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强大的情感疗愈团成员，欢迎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于波红。爱情它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爱情还是支配生活的一种力量。大家好，我是曹鹤阳。情感生活遇烦恼，打开电视看爱宝。大家好，我是莎娜。婚姻的终极浪漫呢，就是将平凡的日子酿成醇厚的美酒。大家好，我是雷鸣。在爱情生活当中啊，咱们只论大是非，千万别算小账。大家好，我是新唐米娜。愿大家相爱容易，相处不难。好了，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2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刘先生34岁，来自山东司机；李女士34岁，来自陕西护士。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你觉得你们的婚姻出现了什么问题？我婆婆一点都不关心我，我马上都要做手术了，她只关心钱。我妈妈就是开玩笑而已，她整是当真，而且我们一家对她都很好。她妹妹对我总是视而不见，吃我的喝我的，从来没叫过我一声嫂子。我妹妹从小性格就那样，她就是叛逆，我觉得她就是太敏感了，总觉得别人欠她的。是谁想要来节目的？我要来的。短片看完了之后，感觉夫妻现在最大的矛盾可能是不是就跟婆婆的关系？是的，我跟我先生，我俩是一个老师介绍认识的，从我俩相亲到现在，本身没有太大的矛盾，但是因为家庭的一些原因，我觉着有几件事儿我释怀不了，也没有勇气想跟他走下去了。什么事儿过不去了？因为去年我第2次做手术的时候，我马上要上手术台了，当时我是特别害怕，也很紧张。您说的这个手术是什么手术啊？宫外孕手术。您说第2次上手术台是什么意思？就在去年4月份有一次已经宫外孕了，然后第2次是几月？9月份。相隔这么短的时间吗？第1次手术完之后，我们正常复查，然后医生说可以开始备孕了，但是很不幸运，又一次宫外孕了。为了给她生孩子，我也是拼尽了自己的所有的吧，但是谁也不想要这样的结果。马上就要上手术台的时候，我是想要得到不管是对于我的关心或者安慰，就是这种的鼓励，但是我婆婆就站在我的床边，直接来了一句：你咋这么多事儿？因为是第2次手术嘛。从她的话语中，我的理解是别人生孩子就很正常，怎么到你这儿就不行了呢？她在责怪我因为住院又花钱了。我说我是为了谁去受这个罪的？这是我的事儿吗？你有工作吗？我有。婆婆说这句话的时候，丈夫在旁边吗？他不在，他去办手续去了，因为马上这时候他要签很多字儿。我说完之后，他就说他的事儿多，那你换个人吧。他让我把我老公换了，再换一个吧。我婆婆说完之后，直接在旁边床就去睡觉了。那个氛围感很压抑，我心里特别难过。然后我老公签完一系列字儿到病房的时候，他就给我交代了一下什么都弄完了，一会儿护士会来接你。我说好，但是我那会儿我已经很难过，我觉得他应该能看出来，是个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他什么话也没说，他看见他妈也不高兴，他就跑他妈旁边去休息去了。没有，不是这样的。我进来之后，我是看到气氛不对，然后我去问出什么事儿了，然后我妈就是半开玩笑的去跟他说怎么这么多事儿呢？他是开玩笑的，也不是说板着脸去说的，是笑着去说啊，要不行你就换个人吧。这不其实就是开玩笑。开玩笑的有这样开玩笑吗？你摸着良心说，你觉得这话是开玩笑的话吗？我当时我也跟他说了，我也去跟我妈去单独去沟通了，当时他也没有这个意思，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矛盾。在你妈心里最大的矛盾就是她生不了孩子，是，对吧？很明显就是这样啊，在你妈心里就是计较这个呀。别人怀孕都正常，你一怀孕就宫外孕，你一怀孕就宫外孕，你妈心里对她有恨有怨。你眼里你俩没矛盾，在你妈眼里你俩全是事儿。你妈妈不是想让她换老公，是想让你换老婆。是的，我感觉到就是他没有那个意思。你这个时候就别替你妈说话了，行吗？大家都听得懂。宫外孕是她愿意的吗？不是他愿意的。你这个时候还不安慰自己的老婆，还在替自己的妈妈辩解。对于我来说，这件事我释怀不了，就像台上我老公说的这样，因为他总觉得他妈没错。其实我能理解，他妈把他养大，对他妈没错，错的是我，换掉我都一切矛盾解决了。
因为去年发生事儿挺多的，2次宫外孕之后，11月底我们又发生一次车祸，挺严重的。当时我在副驾驶上，我比他严重一些，好在对方都没事儿。我的问题也是软组织挫伤，但是软组织挫伤就是没有红伤，看不见外伤，但是很痛苦，我没办法平躺。就是那近半个月吧，我的正常生活就是只能靠我前后胸全贴着膏药，全敷着冰块，拿胶带缠了2层，因为要不然你根本没法呼吸，太疼了。那软组织挫伤只能靠慢慢的吸收。发生车祸的当时，我给我哥给我嫂子打电话，我嫂子她在上班，都吓得都开始抖。当然我哥直接第一时间就过来了。我哥没来之前，我身边一个人都没。救护车把我拉到医院的时候，我身边只有一个护工前后跟着我说：“姑娘，你没事儿，你有事儿跟我说。”他妈妈没在天津，在山东，他爸爸在天津。我不知道他们从头到尾怎么沟通的，因为当时出车祸是我们的主要责任，我老公在跑整个的流程的事儿。当时发生车祸了之后，你上了救护车，他没有什么大碍，就没有上。他比我轻点，他没有太。他没有上救护车是吧？对，他陪着我去的医院，去的医院了。过了好长时间，对方人家家属什么全来全检查完了，我身边一个人都没。说难听的，我就是当时我死在车上的时候，都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儿，都快差不多了。他给他爸打电话说：“你来吧。”他爸爸来的时候，我们刚好从医院已经走出来了，我特别疼，然后我老公就扶着我，就慢慢往外走。他就直接给他儿子说：“有事儿没？”然后我老公就直接来一句：“没事儿，回家吧。”然后直接我们上车就回家了。他爸从来到走没有一句的关心跟问候。我希望他们对我像对他妹妹一样，你出了事儿了会，女儿或者闺女或者女婿，或者你叫我一句名字，有事儿没？严重不？对吧？你把我当成一个家人，我是你家的一份子。我感觉我在他们家我啥也不是。他还有个亲妹妹是吗？他们对女儿很好，很好，很疼，很惯，很惯。为什么会用这个字儿？什么都是对的，犯了什么错那他就这样。就像你丈夫认为自己父母什么都是对的。对，我听这话的意思是你跟小姑子之间也有矛盾是吗？对。小姑子今年多大呀？20岁。上大学呢？对，大一。哦，那你小孩儿你跟他有啥矛盾呢？我俩比陌生人还陌生人。为什么？他不搭理我，从我俩谈恋爱到我俩订婚结婚，没有发生任何事儿。他妹叫我的次数一个手指头都能数出来。今年吧，因为一些原因，我们住到一起了。我婆婆跟我小姑子他们都住到我们家里来了，还是不搭理我。但是最起码你别给我甩脸，别给我摔摔打打。我辛辛苦苦下班回来了，一看见我回来了，门啪一摔。他妹妹跟我们住的是对门，有2次就是我刚走出我的门，他妹当着我的面直接把门一摔就反锁上了。你住我的，吃我的，用我的，我养着你，不搭理我，你能不能不要跟我甩脸？我不欠你的。你刚才说吃你的用你的，你妹妹的消费是在你们家。对，因为现在我们俩是主要的劳动力，妈妈生病，爸爸也在，就是我们3个是主要的劳动力吧。但家里不是还有一些房贷呀，还有他妹上学呀，但是主要的生活费就是我们俩。为什么妹妹会对他这个态度？我妹妹从小学5年级，因为生活环境的变化，因为最早的话0几年在村里，后来搬到楼房，她就任何小伙伴都没有，每天就把她圈到家里。她的性格就特别的孤僻，特别的叛逆。到5年级的时候，她就不想上学了，因此还休了1年学。从那之后，就是家里无论来什么亲戚，我的哥哥、我的朋友啊，谁都不理，除了就是我跟我父母，她见到所有人都是直接进门关起来，也谁都不搭理。因为这个事儿，小时候打也打了，骂也骂了，管也管了，就是一直到现在，再怎么管就扭转不过来。他是对所有人都是这样，并不是在针对他。他对他们就是刚说的那些人，他是就是不出来，但是他不对别人摔摔打打呀。那是因为他们在你们家时间短呀，要时间长了，估计他妹妹也这样了吧。但是我挺委屈啊，你是一个妹妹，我在养着你，你能不能最起码你不搭理我，你别对我摔摔打打呀。另外他也知道他父母对你的态度。我觉得咱都能明白，咱也是小姑子，咱也是有爹娘，咱也有哥嫂子的，对吧？咱对嫂子的这意见是哪儿来的呢？咱对嫂子的看法是哪儿来的呢？是这样，就是用我老公从头到尾解决这件事的方式方法，包括他们家人怎么解决，就是你要叫你嫂子呀，你要跟她打招呼呀。然后他们也就说烦死了，为什么要那么多人？干嘛不只要我自己？他爸妈就说，哎，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我老公也是，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是这样的，就是他们接触的话次数很少也很短，因为在前2年的话，他在我们老家上高中，只有暑假或者是过年的时候才会见上一面。现在在新疆上大学，他回来的次数就更少。其实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和矛盾。那我也去教育他，我说你不叫你嫂子，那不是你不尊重她，是不尊重我。
我父母也在去教育他，但是就是这样的情况，他这样的性格不是说1年2年和1天2天。他在新疆上大学，见到班主任也爱搭不理吗？肯定不会，我也是这样理，他是个正常教育的人。然后也拿门摔班主任是吧？当，所以规矩学得会，只是在有些地方就学不会。他明白哪个地方应该怎么做。是。那你们现在是住在一起吗？大家是租的房子？租的房子，自己的房子在老家。哦，哎，那为什么就是这现在要非得住在一起？现在就是经济条件不是太好，就想省点钱，因为你租2套房子的话，就花费更多一些。搬到一起之前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不认为，因为他妈妈生病身体不好，我们早晚都要住一起的。他们觉得这个问题不是问题，在我这儿一直是问题，我给他一直强调是这个问题，因为那是个妹妹，那是个亲人，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之外最亲的人，不是说你置之不理这个事情就过了，他没有过。刚才丈夫提到说经济条件不好，现在是不是事业工作上遇到了什么问题？前几年吧，自己在创业的时候收入还可以，在老家就盖了很多房子，盖了10几间，也花了40、50万，然后又首付买了套房子，又花了几十万。然后紧接着我妈又生病了，乳腺癌晚期，然后切除了一侧，做了8次化疗，25次放疗，治了大概2年，就是也拉了一些账，因为所有的钱都在同一年去花的，再加上我的事业不顺，所以导致的话就是现在的条件不太好。你们2个人是不是也会因为一些经济上的压力，会产生一些矛盾？我觉着不是经济的原因，就是他把问题从来不解决的原因。因为我从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这种状态了。我觉着我们俩年轻，只要我们俩肯干，只要我们俩好好工作，养老养自己，还都是没有问题的。去年的时候，收入其实还行，因为我创业失败之后，我就去上班了。1个月也是1万多块钱。就是我做的这个行业的话，整个的环境都特别不好。然后那家企业的话效益也不好，然后就降薪裁员，然后我觉得就薪资太低了，然后我就出来自己跑货拉拉和滴滴，然后他就觉得我为什么不去找其他的工作？但是我也在找，没有特别好的岗位和就特别高的收入。你对这个事儿不太满意是吗？我觉得他还是要自己有点上进心。他说他找就是也在找，但是他找的只是附近的。我说你就是咱多看看啊，说不定哪里就有更好的机会呢。你只有出去尝试了，你才知道。你现在做货拉拉，每个月能赚多少啊？现在的话，其实一天收入的话也就200多块钱。就是刚才啊，就是让你出去找工作，说到一点，对吧？对。然后他说你只愿意在家周围附近找，他是希望你能去什么地方找工作呀？广州啊，什么上海呀？是这意思吗？我的意思就是多撒点网，说不定就有机会。可愿意分居啊？他要真上那头去了，咱但是你得先活下来呀。他现在不是活得也好好的呀？他现在在一起，这个问题很多嘛。他要真奔珠三角找工作了，你跟着去吗？我不去。那就是2地分居啊。对，就是2地分居我能接受。就是你为了让他多挣俩钱，咱宁可2地分居。但是有一点，咱在天津这边，这同一屋檐下可有公婆，你看婆婆不太顺眼；可有小姑子，你看小姑子也不太顺眼。你把咱们家这顶梁柱支到珠三角，然后你一个人面对这么多不顺眼的人，您考虑过吗？这是眼下最好的。您的工作是在医院当护士是吧？对。收入高吗？干了10多年，快20年了，我一直很稳定，也习惯了。您今天一上来说已经有分开的打算了，如果让您总结最扎你心的，让你觉得真的过不下去的点是什么原因？他妹妹。那妹妹现在不是在上大学，以后也不可能跟你们住在一起啊。正常的，你们的理解是他妹妹上了大学了，找了对象了，就结婚了，对吧？对呀。不是，从我到他家，他爸他妈给他灌输的就是这个妹妹就是给他生的，你妹妹小，以后你要管着。他妹妹就是我也不找对象，我也不结婚，我也就这样挺好的，就要跟你们住在一起，跟爸爸妈妈住一起。他的意思是我妈在哪儿我在哪儿，我老公的意思也是，那我妈在哪儿他肯定得在哪儿啊，他又不能自立。其实他是靠你们2个人在养。对，他不认为。上学的钱您说是谁给的？上学钱是他爸给的，但生活费我俩的。就是现在目前他不上学的时候，他不在学校的时候，现在吃住的话不就是在我这儿吗？都是我们的。在上学的时候不是。我不是说不管谁，我不能既出钱又出力，我还吃着苦受着委屈，我受不了。你是希望
今天来节目达到什么目的？他妹妹的问题对我来说是最大的问题。那你需要他妹妹有一个什么样的改变？你最起码尊重我，你见了我打招呼，别给我摔摔打打，不要摔摔打打，见面喊嫂子。对，好，很细化了，就这2点啊。是，这是第一个要解决的。没了，其他没，那些不重要，因为父母年龄大了，我不往心里放，那些事儿我也都能过去。就这事儿，你对刚才2次宫外孕，什么他妈妈说换个人吧，什么这些全能过去。我能原谅他，因为我觉得他是老人。如果小姑子这个他就改不了，你怎么办呢？你坚决不过了是吗？不过她太敏感了。我妹妹的话并不是针对她，而是她长期养成这样习惯。她前面所说的这所有的矛盾呢，不足以成为我俩就过不下去的理由。我觉得解决的方式就是：第一个，不住在一起；第二个，她以后也会有自己的生活，也不可能跟我生活一辈子。如果她觉得非要解决这个事儿的话，我觉得就是第一个，不住在一起。你老婆不是要解决妹妹，你老婆现在是要解决你，无论如何都解决你，要么把你送去南方，要么就让你以妹妹做取舍，你舍不得妹妹，她舍得你，她能不知道你妹妹未来肯定跟她生活交集没有那么大吗？不就是为了甩了你吗？2个人的诉求都说完了，他们到底这关系该咋办？我们接下来听听老师们有什么建议。于老师请。女人在婆家的地位往往是老公给的。恕我直言，你的妻子在婆家不被重视，甚至大家对她这样的态度，这是丈夫默许。对，就刚才，只要说到你父母，你一定有理由；只要说到你妹妹，你一定有借口。就像你妹妹，她虽然性格如此，但是在一个家庭当中，她也在观察，她也明白。你虽然是嫂子，我父母对你什么态度，我哥哥对你什么态度。如果你的父母对媳妇改变了，你中间的作用起到了，你妹妹会如此吗？你是当护士的，你要明白，疼了就要喊出来，否则别人不认为你疼。这一点我支持你。你确实应该明明白白的今天到爱情保卫战把这件事情说明白，但是你不应该把小姑子不叫你嫂子作为一个底线。婚姻是离还是熬的底线，这个无厘头。所以你们2个人，我认为婚姻真不存在着离的问题，但是真的要和和美美过，2个人都要去反思自己，都要去改变自己。尤其是你没得选，在这个大家庭，父母的状况就放在那里，妹妹的状况就放在那里。如果妻子感受到了，你努力的去正视这件事情，去面对这件事情，甚至挣扎着去改变这件事情的时候，她不会这样的无厘头的找一个，如果小姑子不叫我嫂子，我就离婚。如果这都成为一个离婚的理由，恕我直言，是你把婚姻当儿戏。您母亲说出来那句要不换个人吗？你真的设身处地去想一下，如果是你的丈母娘跟你的媳妇儿说，要不你换个人吧，你换个老公吧，你会怎么想？尤其是个男同事，听完这话你会怎么想？这只是平时，那恰恰相反，您的母亲在她刚刚做完手术非常虚弱难受的时候，您母亲来一句要不你换个人吧，你让人家怎么想？是你可能是劝，也可能是和稀泥，你说我妈就是开玩笑的或者怎么，这就没有很好的去处理你们2个人之间的关系。车祸这个漠不关心的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啊，你也别往心里去，他们家人可能真的就是这样。因为一开始我还觉得可能是对你冷漠也好或者怎么样，后来发现如果是妹妹啊父母啊都是这样的话，可能这家庭的氛围就是这样。一触及到这个家庭的核心矛盾的时候，你就会被挡在外边。没错，他们家就是这样的。对，结婚之前没有了解过这个家庭吗？没有，没有。跟小姑子没相处过，小姑子对你爱答不理，你也不了解。了解。那结婚就等于你俩人定这事儿，你完全就不知道他们家是什么人啊？那你盲目吗？那你婚后在埋怨什么？你自己选的，
你们俩人已经组建自己的家庭了，首先是你们俩人先过好了，然后再赡养老人也好啊，照顾妹妹弟弟也好啊。现在是你们俩人都过不好呢，你怎么让他帮你去承担这个问题呢？你没有起到良好的作用啊。再说你妻子这个问题，我听啊，就满肚子委屈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刚才规避了你母亲对他的这个言语上的这个，为什么？人家说没毛病，老的可以随便说我，那是父母，小的凭什么说我？对，就是这样。老的不理我可以，我忍了，我为了我的丈夫。那小的为什么说我？那你当嫂子去干仗去啊？你为什么不干仗去啊？我那天就是憋不住，我发火了，但是我又不敢冲他发火，我就踢了个垃圾桶，我也摔了个门，然后我对象就不愿意了，说你干啥？你要干啥？那你看，就是不，真的是不是这样的，我真的是周朝造火，不许百姓点灯。我是觉得这个事儿就是你不作为啊，谁都有问题。你妻子可能也是，从你的角度来说，她要求怎么这么高？但人要求高，对，人跟你过日子，现在明显跟你过日子不痛快呀。你的父母、你的妹妹，加上你们两口子，5口人，这个占比还不懂吗？4比1，你在中间什么都不管，等于1比3，他能过好了都怪了。不能说你媳妇儿完全都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在你们俩人的感情当中，你肯定是和稀泥和的最厉害的一个。你完全不处理问题，完全不解决问题，你甚至连情绪价值，连哄都没哄明白，都没有提供明白。他没哄过，就是我太敏感了，我想太多了，没哄过。如果想往下走下去，你要处理的问题太多了，而且都是积怨。所以你想好，如果想走下去怎么样？因为人家已经说了，可以不过。知道为什么一开始刚说到婆婆的那个问题的时候，我那么生气吗？就我特别能理解你老婆的那个感受。你知道你老婆要一句什么吗？不是你给她解释，我妈不是这个意思，我妈不是这个，她就是开个玩笑。她要的是你说一句，老婆，我妈不对。对，就是她的我妈说这话，她错了，她不能这么说。对，她要的也不是你去跟你妈讲什么，而是你告诉她，老婆，我妈不对。包括你小姑子，她要的不是她去喊她嫂子，她要的就是你一句，我妹不对。你说一句我妈不对，我妹不对，难吗？重点不是要你说出这句话，重点是你打心眼里面你是认同你妈和你妹的。对，这是让她最生气的。如果她要是能感受到说，她也无奈，她也是知道她爸她妈不对，她妹妹不对，好，我心里可能还能舒服点。我刚才为什么急？我也急了，是因为我非常清楚明白的能看到你那种不屑。你就是你们事儿太多，我妈没错，我妈就在医院说一句，怎么你怎么事儿那么多呀？你就是事儿多，甚至在她的心里，她会觉得别的女人怎么怀个孕那么容易，到你这怎么2次宫外孕啊？所以你的内心的和这种隐约的想法和表现出来的态度激怒了我们。对，为什么她揪着这一点我们都觉得可笑的啊？在别人看来好像怎么就这女的有病啊，就揪着妹妹叫嫂子这件事儿不放。她不是揪着这件事儿不放，她是揪着一件解决不了的问题来要挟你。我没有说他对，包括我父母也是说他不对，不是说我们希望他这样，你还在找理由，你还在找借口，你还在替他们说话，你知道吗？你就干脆的告诉他，我妹就是不对，我教育她，我揍她，我也让你舒服，老婆。如果你要是真的说不出来我妈不对，我妹不对，站不到你老婆这一边的话，你俩就离了算了。那说一句吧，我妹妹不对，我说的不是你妹妹。要不你换个人，这个妈妈说的这句话对吗？在病床前跟她说，我妈不对，那她委屈了，这个时候谁该哄？我该哄。哄，有结婚证，哄吧。我妈做的不对，这叫阐述客观事实，这个不叫哄。不用了，这个时候不是一次这样了，我哭成这样也不是一次这样了，没有一次解决。行动比嘴有用，哎呀，不会说就抱抱，不就完了吗？你妹妹做的对吗？我妹妹做的不对。
你妹妹做的不对，对不起谁了？对不起我媳妇。那以后她凭什么跟你过呀？以后教育她，让她改。你跟老婆说一声我爱你，能怎么着喽？老婆我爱你。我真的太委屈了，不是说一点点委屈，我跟着你几次哭又受委屈，我真的撑不下去了。行，那个咱，对了，接下来你有个想法，就是跟爸爸妈妈、跟妹妹单独分出来住吗？有。我特别理解一件事，你今年34岁是吧，老刘？是的。你妹妹今年20是吧？是的。你14岁那年，你们家生了你妹妹对吧？是的。哎，所以爸爸妈妈也潜意识就认为以后就该你管，但是你妹妹不要长大的，你妹妹在新疆上大学，然后你们都在潜意识里就认为这个妹妹不是爹妈养就是哥哥养，咱不说她乐不乐意，你们这种看法等于给了你妹妹一个理由，我这辈子就不用懂事儿，对吗？就是刚才呢，咱们让她说一句没说过的话，但是我个人有一个感觉，你继续过下去好累哎。对，我真的撑不下去了，我不想这么折磨着我自己，我觉得放手吧，他们也挺好，我也挺好，我干嘛互相折磨呢？所以今天很多的哭看上去来自于委屈，其实是在做告别，因为你自己已经下定决心，我要跟这一段关系告别了。我也是这种感觉，我撑不住。这个女人今天不是来解决问题，而是跟你好好告别。希望在告别的时候，你能够听明白，这些年来她已经仁至义尽了，她已经做的有多少是被你忽略掉的，有多少是她原本不应该承受的。她对你有过爱，就像现在她对你也还有爱一样，但是对于她来讲，现在已经知道了，光有爱情是不够的，所以是时候该放手了，先生。我不觉得你能够扛得起这一个女人的哀伤，因为她的哀伤不是你自己靠说我一个拥抱能解决的问题。所以今天就是这样，要么直接离婚，要么请你去南方。然后至于你走了，她该和你的妹妹和你的妈妈怎么办？其实我觉得她心里已经很明白，一旦只有自己留在这儿，妈妈和妹妹也不想住，她也不想去说儿子都不在，我跑去跟儿媳妇住干嘛呢？这两个人自然就退掉了，你就是他生活里最大的结束，最大的麻烦，把你送到南方，很多问题迎刃而解。好了，接下来两组嘉宾交换位置。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范先生31岁，来自天津，自由职业；张女士28岁，来自天津，无业。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你觉得你们的婚姻出现了什么问题？他太爱喝酒，喝完酒就发疯，不光冲我，连我身边的人和狗都不放过。我感觉他不会交朋友，经常出去不学好，和朋友想方设法一起来整我。我非常后悔，他婚前就爱乱发脾气，婚后更变本加厉，我不想再继续了。虽然说他不挣钱也不顾家，但是他的性格很好，包容我，我不后悔。你们今天是谁主动要来的？是我。怎么了？过不下去了吗？对，我现在这段婚姻不想继续了。你们结婚多长时间了？2年多了。谈恋爱多久啊？大概5年左右了。这恋爱长跑进入婚姻，这不应该是越过越幸福吗？这怎么就2年了就过不下去了呢？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相亲认识的嘛，开始感情还是挺不错的。后来我父母不是知道他这边是单亲家庭，有点不太赞成这个关系，然后我们2个人就偷偷的私下交往，瞒着父母。有一次他喝完酒回来就冲我发脾气，这是他第一次冲我发脾气。那天晚上吧，就已经10点多了，他就打电话让我出去跟他吃个饭，兄弟们都在那儿了，说人都带媳妇儿了。然后我这边说实在是太晚了，我说加上我当天确实身体有些不舒服，当时他挂完电话，过了10几分钟给我打电话轰炸我，但是我父母在旁边，我这边接不了，我就一直拒接了几个之后，他就一直发微信，发了好多语音条，我以为可能是有什么事儿，我就听了，都是一些骂我的话，然后他就一直在冲我发脾气，
我很好言好语的跟他说，都不管用，酒品不太好呗。那你当时怎么不分手呢？那结了婚之后有啥变化吗？婚前我确实态度不好，后来我做了一些改变，就想维持我俩这段关系。有一次，他确实是没有冲我在发脾气，他骂我闺蜜，因为他嫌我跟他有时候出去玩的时候没有给他做饭什么，他嫌这个。结婚之后，他就是持续的也不做家务，不扫地不擦地，就包括洗衣服什么的，他也不去做，就经常跟她闺蜜2个人出去玩，有时候也挺晚了。那他不干你干吗？我干，我也得有时间我才干。哦，所以就这家没人干活是这意思不？对，我每天我得在外面工作，而且我的工作一开始的时候也都是那种体力活，我到家下班也很晚，我根本就没时间去干这些事，包括吃饭我都吃不上热乎饭。你有工作吗，姑娘？我当时是没有的，然后现在也没有，中途有1年多是有工作的，现在也一直没工作呀？现在也是没工作，家里不做饭吗？我没有和我闺蜜，她临时出去或者有事儿的时候，我在家是做饭的。跟闺蜜出去的频率是多高啊？1周最多2、3次，有的时候可能1周1到2次。就每周都要和闺蜜出去玩？对，但是有时候就是在家附近，也不是每一次回来的都很晚。其实他俩出去玩去，我也不是说不行，就是你分点时间段，就是在我快下班的时候，你把饭给我准备好了。一开始的时候，有时候我自己就救活2口，弄点方便面，然后弄点剩饭之类的。时间一长了，他一直在这样，我实在受不了了。然后有一次，她跟她闺蜜正好回来，那个时候应该是大概8、9点的时候，当着她闺蜜的面儿提了一下，我说咱能不能就是改善一下正常的1日3餐呐，还有吃住行啊，咱方便给我准备一下。她闺蜜也有点脾气大，可能认为我跟她的谈话针对到她了，跟我说你什么意思？我们俩出去玩玩怎么了？她现在也不工作，天天在家待着也不是个事儿，我们出去溜溜逛逛街什么的不都挺正常的吗？我说你是认为正常啊，但是经常这样，你让我们2个的日子怎么过呀？当时说话的时候有这么温柔吗？肯定不可能，没有是吧？具体的内容反正那个脏字什么的挺多的。骂了人家闺蜜是吧？对，骂了她的闺蜜。因为你语音都要骂老婆的人，怎么可能当场不骂呢？那最后有改善吗？骂完闺蜜，你闺蜜还跟你出去玩吗？不怎么出去了。有一个闺蜜现在已经断联了，也是因为她跟人家动过手。打你闺蜜啊？对。为什么打人家？这犯法啊！有一次，她的闺蜜在她自己的家里，2口子可能也是闹了点小矛盾，然后寻思出去散散心之类的，然后让她去做个伴儿。当时我不知道，我还以为2人出去玩会儿就回来了。然后晚上她的闺蜜就给我打电话了，就问我她到没到家。我说还没有了，我给打个电话吧。挂电话之后，我就一直在给她打电话，打了大概8、9个电话，一直没人接，发微信也没人回。然后我就着急了，我就找她闺蜜，我就问你俩什么时候分开的？她回来多久了？她怎么回来的？之类的话。哎，当时我挺着急。她闺蜜说我俩分开了得1个多小时了，之类的话吓唬我。我当时我说话也磕巴了，我浑身也哆嗦了。我说你不行，你再找找，你帮忙找找。我说话就她已经听不清了，特别害怕。电话那头传来，他俩从那儿就笑开了。然后过了没几天，她闺蜜就感觉拿我开玩笑啊，心里可能不得劲儿、不舒服啊，然后过来给我赔礼道歉。然后又请我们吃饭，吃完饭又请我们去唱歌之类的。在这个吃饭的过程中，我喝了点酒，喝多了没控制量，我就想起来这个事儿了。我越想心里越气，越想越气。唱完歌出来之后，没有任何原因，直接就把她闺蜜就推到绿化带里了，给她闺蜜推了个跟头。你是喝完了人家请客的酒之后再动的手打的人家是吧？对对对，人家报警了吗？人家当时你闺蜜有没有报警啊？可以报警啊。没有。哎呦，人家都过来给你道歉，来请你吃饭、唱歌。没有，不是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生气。你在那个短片里面说，觉得他喝完酒这个整个这个状态让你特别害怕，说什么对你甚至连狗都不放过，这是啥意思呀？这个事儿是因为有一次我家亲戚寄养过来一个小狗，然后这2个狗有一天打闹弄的，家里有点乱，我和他前后脚回去了，他先进的屋，他看见屋子乱成这样，就跟我说你看看这个屋子让他们弄的啊这么乱。然后我说那我收拾收拾不就行吗？然后他越想越生气，他说你看看这屋子不行，大桶装的19升的饮水机的桶，他抄起来就想冲着狗砸过去。
但是我给拦下来，我就以为他就这么回事，我是让他上屋歇着去吧。不，他还是随手拿了个物件，还想去砸那个小狗，然后也被我拦下来了。我说你别这个样子，我说屋子我收拾，我说我也不用你收拾，我说你就老老实实的回屋去，行吧？还没有进屋，他就又说你看看这屋啊，鞋弄坏了啊，沙发挨咬了。地上还有狗的屎、狗的尿，我说你这怎么弄干净？新的房子不然都够弄脏、弄乱了吗？我说这还怎么住人？他都一直跟我说这个。我说老公，我说你现在喝完酒，我说你好好歇着，对不对？你这也上一天班太累了，我就哄了好久才把他哄到屋，然后我就开始一个劲儿的收拾，一个劲儿的收拾。中途他还偶尔出来，还得给我念碎念啊！你看看这个屋乱的，一直都给我念到这个。那次也是喝完酒的状态，对吧？对，也就是说他喝完酒之后，他连狗都不放过。对，你觉得他有那种暴力的倾向吗？我现在都怀疑他会有，之前他没有过这种情况，已经很明显了。他喝完酒之后，您面对这样的情况恐惧吗？挺害怕的，我都害怕他哪一天打我。他喝完酒之后最严重的一次让你害怕的是什么事儿？是有一次他跟他朋友一起唱完歌回来，然后他说他有点走路不稳了，喝多了，让我去接他。然后我说行，我说你等会儿我换衣服，当时穿的睡衣。在我还没有出门的时候来了个电话，我一接是滴滴师傅的，他打电话就跟我说你赶紧下来啊，你这个把我车砸了，你看怎么处理吧。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害怕，我说怎么还有车砸的事儿呢？我就赶紧的急忙慌下去，他把人车给砸了，那会儿砸的哪儿啊？屏幕什么的全坏了，还有前挡风全都坏了。车内呀？对，他在车里边。是发生争执了吗？跟司机？司机说没有发生争执，就是他无缘无故的，就是玩着手机，看着手机，突然间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开始砸。拿什么砸的？拿手，拿胳膊。那他手受伤了吗？当时受伤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就给我婆婆打了电话。滴滴司机报警了吗？没有，我们是私下解决的。我婆婆来了之后，就是看那个件儿都多少钱，查完之后赔她钱。这男方还记得因为什么吗？跟这个司机也没有关系。那天唱歌之后，跟那个服务员发生了点冲突口角，完事之后我就把气儿都撒到滴滴司机身上了。哇，你这喝完酒算什么德行呢？之后呢，把他带回家了吗？带回家了，当时也没消停。他说他饿了，我说家里没有饭，你跟我说不用准备饭，从外面吃了，我就没给你准备。然后他一个劲儿的说他想吃蛋炒饭，让我去买。然后我溜了一圈，我没有买到，然后我就回去了。我说实在没有卖的，我给你煮点方便面吃吧。他就不行，他就跟我急，他说啊，怎么让你买一个饭都买不来啊？我这辛辛苦苦一天连个饭都不让我吃。我说是我不让你吃吗？我说你不是说不用我给你准备饭吗？然后他就急，他就看见那个茶几上有个烟灰缸，他就把烟灰缸给我就扔地上了，就摔坏了。我说我招你惹你了？我说你跟我发什么脾气？你摔给谁看了？我也火上来了。我说我这一天天委委屈屈的，然后我拿个遥控器我也往电视上砸，我俩吵，我俩就闹。因为这个事儿让我真的特别害怕，是他发的脾气太大了，那阵儿摔了好几个东西。然后手机什么也全都被砸了。就是你砸遥控器那个动作，是不是彻底把他激怒了？可能是吧。当时反正就是我们俩一直在砸，一直在闹，然后他一直嚷着我不给他饭吃，说不理解他天天那么忙，我也不在乎他，就觉着这个婚姻对于我来说，我当时害怕的感觉，我继续不下去了。跟他吵架吵赢过吗？没有，而且喝完酒什么他也不知道哄我，就是要么就闷头睡，要么就谁也不理谁的冷战。我现在听啊，你们俩举例子说的这些事儿，基本上都跟酒有关系。对，不喝酒的时候，不喝酒他对我特别好，就是不能沾酒。那平时喝酒的频率高吗？有时候隔一天出去一次，有的时候一个礼拜3、4次。自己在家喝吗？自己在家不喝。今天您来说不过了，是吓唬一下他，还是真的你觉得过不下去了？我觉得真的过不下去了，而且我们现在也没有孩子，为什么没要？是因为喝酒什么的原因，每天花销太大，再加上日常花销，他的工资现在是肯定支撑不了。之前就一直开始陆续借钱，到现在钱还有好几个没还上，然后家里也没有任何存项，然后他现在还想要孩子。我说不可能，我说这个情况下绝对不可能。你为啥不工作？是吗？我还在找。找了多长时间工作了？差不多小半年了。没找到合适的是吗？对。兼职什么不能先干着吗？因为我现在不是想找一个
尽量长期一些的嘛，想稳定一下。他找到的很多的工作，就兼职也好，或者是全职也好，他离家远无所谓，就是有些太累。我俩结婚之前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自己也能挣钱，我就一直不希望他去工作。你不让妻子出去工作的理由是什么？我就认为他那个从家娇生惯养的，家里好吃好喝给养那么大了，跟着我之后也想让他从家里待着那种感觉的，就觉得你能负担得了两个人的生活，让他轻松轻松，是这意思吗？对，我能负担得起。现在妻子的问题是他不过了，你怎么办呢？跟我喝酒有很大的关系。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不怎么去喝酒的，就是因为我经常我到家我没有饭吃，然后一来二去的，我朋友一叫我就。这属实吗？也不算经常吧，就是有一段时间一周3、4次和我朋友出去的情况下，一周3、4次不在。你这样的情况维持了几个月呀？3、4个月。所以今儿怎么着啊？男生你要解决什么问题啊？人家不过了。肯定是我想过下去的。我想过下去的前提就是我可以尽量把这些酒局都推掉，但是我也希望他跟他的朋友也少出去一些。懂了。你的诉求就是少跟闺蜜出去玩，在家安心给我做饭，当家庭主妇，是这意思吗？她能工作吗？她工作的话，就是家门口啊，或者是不累的。所以工作是有条件的、有限制的，是吗？对，别太远，也别累着自己。还有一个就是按点回来能做饭。她的要求就按点回来做饭，行，不是，如果说工作的话，你到点没回来，那。能理解了，这能理解，很正常。你自己能解决饭辙吗？那咱就只能救护救护了。那接下来我们听听各位老师们怎么说啊。来，于老师，我刚才听下来真的有点震惊，因为你们的婚姻也一直处在这样的一种酒醉的状态，尤其是丈夫，你不要以为自己就是那种酒醉的失态和唱歌的失控，您从根源当中你好这一口。你也不用推，是妻子在一周当中有一半时间没给你做饭，你就喜欢，而且你在享受着这样的一种状态。我在酒后的失态失控，您看连闺蜜都打，老婆语音要骂，你不是在一种发泄状态吗？酣畅淋漓，享受其中。在这样的一种状况当中，妻子难道不恐惧吗？在这样的婚姻当中是有生命危险的呀，他失态以后失控以后连狗都不放过，万一哪天他不放过你呢？如果一个人酒后已经失态到肆无忌惮的有暴力行为的时候，那婚姻喝酒就是2选1。恕我直言，这样下去很危险，你甚至会有法律危险，法律不认你是酒后了。如果你造成公共财产的损失，甚至伤害到别人的生命身体，你今天还能站在这里吗？这不是少喝一点的问题。所以我想，妻子，你今天还真要做个抉择。他在婚姻喝酒当中必须2选1，你们2个人首先在这里都应该从酒当中醒来。谢谢。平时压力大吗？还可以吧。我先说一下我对您的看法啊，肯定必然是有压力的，但是呢，又不可否认你对你媳妇儿还挺好。你年轻的时候约朋友一块出去喝酒，那种情况下了，你也没打她，宁可去砸车，你也没跟她动手。你把她闺蜜推绿化带去，你也没跟她动手。往好听了说，自己媳妇儿舍不得动手，我气都撒在别的地方。但是咱得往难听了也得想一想吧，你是在拿武力震慑他吗？告诉他你等着啊，你看我对谁我都能下去手，你看早晚我也得就是你留神。再有一个，你肯定是一个特别好面子的人。你看我刚才总结了一下啊，你们俩说的所有事儿全都有酒。刚才发言的时候你都说了，肯定跟我喝酒有直接关系，那你为什么不改？喊我喝酒的那一帮人也都是我的发小，我抹不开面子。你抹不开，你回来你就忍着呀，知道自己这样你就别耍别闹啊。就说这个把闺蜜推绿化带这事儿，但是如果闺蜜请你吃饭，甭管道歉也好什么的，没让你喝酒，你会给她推绿化带里吗？人家又请你了，又道歉了，这事儿都过去了，你不是一边吃饭一边喝酒，越想越生气，越想给人推绿化带里了吗？啊，对，这不还是酒闹的吗？
你等于你把压力变相施加到他身上了，重体力劳动，回来之后吃个泡面什么的对付一口，搁谁老爷们心里都有气。这个东西可不就过日子，谁在家谁就顺手吗？我闲着我就干活收拾屋子，我媳妇儿要闲着就她收拾屋子，谁在家谁有时间就适当的分担一些，没说不让你玩去，有这么一回两回，她自己也说也忍了，泡面人家也吃了。但是要老这样的话，你搁谁受得了？家里谁是主要劳动力啊？这闺蜜也搅和进来了。其实我跟你说啊，有的时候恰恰是第三者才会激化你们之间的矛盾。有事儿说清楚了，告诉他必须把酒戒了，不戒就离，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说别都没用。第一，家里有多少钱不够你喝多了赔的；第二，就现在这样，连孩子也要不起；第三，我怕我有人身危险，就告诉你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是不用拿闺蜜逗她也好的，那只会激化矛盾。这些问题能不能解决？能解决就过，不能解决咱就离。再有一个，没有什么面子豁不豁得开的，什么找我喝酒啊，真的是生死攸关，不喝这顿酒我工作就没了，不喝这顿酒日子就过不下去了。我相信你媳妇会理解的。而且侧面反映俩人搞对象的时候，你喝完酒之后就愿意散德行，那结婚了你肩负的使命也多了吧，担子也重了吧，喝酒耽误事儿自己心里不知道吗？是家庭稳定好啊，还是朋友哥们儿之间稳定好啊？你不得把家照顾好之后跟外边喝酒去？你看我媳妇儿给我家收拾干干净净漂漂亮亮，不是出去你看看，哎呦今儿又没给我做饭怎么着，丢人不丢啊？外边诉完苦了回家跟媳妇儿耍去，有能耐别喝酒啊！不喝酒的时候冷冷静静说，你再不给我做饭咱俩离婚，你能敢说吗？你有这么多怨气他又不改，你敢说吗？你又不说喝完酒耍，你又不说借着闺蜜嘴折腾他，你们俩干嘛呢？这不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呢吗？现在事实摆在眼前，就这么几件事儿，处理好了人家给你个机会接着过，处理不好人不满意，人家现在给你扯证直接离婚，就这么简单，好不好？我说完了。他为什么会在酒后发那么大的脾气？因为他对于婚姻的现状不满意，说白了他对生活不满意，对婚姻不满意，就是对你不满意。我想你对于婚姻的理解不是说我只是在家给你做饭，我也有我的生活，我也需要跟闺蜜出去逛逛街，买买衣服，做做指甲，染染头发。这是你认为的哦，我现在是全职太太。可是他认为的全职太太是在家给我待好了，别没事往外跑。所以你们彼此需要的生活是不对等的。说白了，男人那些甜言蜜语说你负责貌美如花，我负责赚钱养家，你就好好在家当全职太太吧。真的当全职太太的女人谁做家务啊？家里面专门有做饭的阿姨，专门有打扫卫生的阿姨，专门有带孩子的阿姨，他们是不需要自己做家务的。而男人让女人在家待着，有一部分的原因是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法来彰显自我的价值。看见了吗？哥们儿老婆不用上班，哥们儿养着。所以你以为的他让你在家，你不去工作可以过那样的生活，但实际上不是的。你就自己衡量好，你是否甘愿当别人的附属品，是否愿意从此一切服从自己的老公。如果你愿意服从，你不再反抗，你可以把自己当成谁谁谁的附属品的话，那你就免了挨打。但是如果你不愿意，未来可就不一定会在什么时候爆发，那你面临的可能就是家暴的风险。所以考虑好，就这样。就我们在婚姻当中啊，把所有的不幸都归结于他不好。咱婚姻不幸福是因为老公不好，然后咱们婚姻不幸福是因为老婆不好，所以要离婚。但是你们离了婚，您二位就能变得更好吗？你们就今天在这嘎巴把这婚离了，你们回到家，我问一下张女士，您就做家务了？就今儿把这婚咔吧就离了，范先生您就戒酒了？不敢保证。就是如果我们得离婚的话，这离婚得能解决点什么事儿吧？您喝酒导致养了狗打狗，吃了请客打花钱的人，还是一女同志，坐了司机的车砸人家车，
您慢慢就该娶了谁打谁了，生了谁打谁了，这是一模式。我问一下张女士，您无聊吗？我跟一闺蜜，我们俩为了开心，给在开车的老公打电话，他已经回家了，1个小时不接电话，我急死你。然后1个小时之后，老公快疯了，在电话里哈哈哈哈哈哈哈，好玩啊，无聊吗？跟自己闺蜜一块儿算计老公，好玩吗？既然你有你的毛病，我有我的硬伤，咱俩谁也别嫌弃谁，别把解决对方当作解决生活。你们各自解决了对方，你们的生活就会变好。所以咱们先自己提升一下，既然是两口子，你能做什么，我能做什么，咱试试看。所以咱们先想想怎么把俩人日子过好点，好吧？我讲完了。你们改啥呢？有一些东西是改不了的，你们现在最应该改变的就是婚姻状态。刚刚雷鸣老师也在问，说你们离开彼此了以后，生活会变得更好吗？男方我不知道，但女孩一定会更好，至少生命安危和人身健康得到了保证。我们没有办法去跟一个随时会抓狂，只要沾了一点酒精，整个人就会变成野兽的人在一起好好相处的。他能够伤害狗、伤害朋友，迟早会伤害到你，而你也已经被训练了这么多年了。从你们谈恋爱的时候，他用的是脏话来训练你，对吧？先是通过语言上的各种打击、侮辱，居然你没走，你居然能够适应。其他的女人早受不了了，在他第一句脏话飙出来，在他第一次要进行人身控制的时候就反抗了，就认出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避开了。但你却被训练下来了，你不走，你接受，你妥协。而先生，你也应该在社会上找到你自己的人生价值之后再说进入婚姻的事情。当你能够明白结婚不是为了控制一个女人来满足自己生活里头各种需求和掌控欲的时候，当你懂得该如何去爱一个女人的时候，你再跟她结婚。你现在在婚姻里头追求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什么不听我的，为什么不如我愿，你应该服从于我的计划与安排。假如带着找从属物的一个状态去找妻子的话，您这一辈子大抵都不会幸福，必须离婚。老师们说的都听明白了吗？听明白。别懵啊，没关系。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你们自己，请你们回到门后，好好考虑一下刚才大家给的建议，好不好？好，谢谢你们，请回到门后。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通过金云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观看本期节目。同时呢，您也可以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那要提醒一下大家的是，可以登录微信搜索我们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我们每天晚上8点到10点会开直播，我们的老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麦。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揭晓今天第一组嘉宾他们的结果啊。3、2、1，请开门。这个可能还会出来，因为这个丈夫触动很大，有感情。两个人，刚才现场我感觉这个丈夫的触动还真的是蛮大的。哎，没有哎，人没哭。对啊，我说他们是来做告别的嘛。这个女孩的那样哭，对，她已经绝望了。一个是她对她的家庭的关系绝望了，他们两个人要孩子这事儿绝望了，找了一个小姑子的抓手，然后离开了。这样一段他觉得过不下去的婚姻，不管怎么样，希望他们能够彼此生活的顺利吧。那提醒一下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如果想来参加我们爱情保卫战的话，联系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去搜索我们爱情保卫战官微的公众号、视频号。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第二组嘉宾的结果啊！来，3、2、1，请开门。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来，3、2、1，请开门。不太好说。这个是这个也有可能不盼望他们出来，也不出来了。对，没有。哎，那说明这个妻子听进去了。哎，我觉得庆幸的是，
都还没孩子，对，就是牵绊可能会少一点，对吧？不管怎么样，希望他们都能有重新开始生活的勇气。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祝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我们下期爱情保卫战再见啦，拜拜。